这队人马总共10人，他们没有隐藏气息，所以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们都很强。最弱的也是紫龙神袍，最强竟是仙龙神袍。虽说他们都已不是小辈，可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是接近300岁。以修武者动辄几万年的年岁来看，他们也都是非常年少的。这些人直奔楚风而来，但却并未在楚风身旁停留，只是路过。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目视前方，看都没看楚风一眼，哪怕少数注意到楚风的人，也是随意看了一眼，眼中没有轻蔑，但尽是高傲。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仿佛神灵路过凡间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确享受了非凡的待遇，因为他们一路所过之处，所有人都是赶忙施以跪拜大礼，哪怕巡逻的护卫也是立刻停下为他们让路。看来有人的地方就有3、6、9等之分，七界圣府也不例外。楚风内心感叹，旋即关上殿门，他要调整心绪，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还是要修炼。他准备继续修炼太古冥想法，因为隐隐间，楚风已是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。虽然还需要一定时间，但继续修炼，迟早会突破。可修炼了半个时辰之后，忽然有人敲响楚风的门。楚风向外观看，竟是刚刚看到的那些身穿银甲的10人。楚风开门，为首乃是一名女子，长相不是多好看，甚至皮肤有些黝黑，但却很有气质，同时也很自信。这样的气质，有些时候甚至胜过美貌，而她也是这些人中实力最强的人。仙龙神袍，楚风。女子问：是我？楚风应道：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希年，乃七界圣府林氏一脉之人，也是林氏破天军的副队长。楚风，我们方便进去聊吗？这林希年问。当然。楚风将这些人请入了自己暂住的宫殿之内。楚风，我叫林云浩，也是林氏一脉，也是林氏破天军的人，但我不是副队长，也不是队长，就是成员。一个长相憨憨但却笑容灿烂的男子进屋后，率先介绍道：别看他长得憨，修为可不弱，在场之中仅次于那林希年，乃是黄龙神袍。紧接着，在场的其余人也是纷纷向楚风介绍起自己，态度皆很友好。而其中几个人先前路过时可是看过楚风的，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姿态可与现在全然不同。诸位来找我是有事吗？楚风问。有事，乃是想与你交个朋友。林希年直接说道。为何？楚风问。刚刚你也见到我们过去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正是受我林氏长老召见。刚刚我林氏长老与我们说了你的事情，入府试炼第1名，9天密地获得黑色印记。楚风，你可真是不简单啊！以你的天赋，哪怕我七界圣府这天才辈出的一代，怕也是将有你一席之地。林希年直接说出了经过，态度倒是尽显真诚。楚风看得出来，他们虽不是小辈，可以他们的修为来看，也都非寻常之辈。林氏长老能特意与他们交代这些，看得出来七界圣府对自己也颇为重视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提前拉拢楚风。能够让这种自负的人甘愿拉拢楚风，已经证明楚风的价值。能结识诸位，也是我楚风的荣幸。楚风抱拳说道。不管这些人是否心诚，但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何况这还是七界圣府的地盘。楚风，你出来七界圣府，对这里还不了解，我们带你参观参观可好？林希年问道。那便再好不过了。楚风应道。随后林希年这一行人便带着楚风逛了起来，一路上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所有人看楚风都有些诧异，尤其是看到林希年等人对楚风竟笑脸相迎之后，他们更是议论纷纷。毕竟入府试炼之事，他们虽有听闻，可对于这个结果，很多人还不知晓。但林希年等人的身份，他们是知晓的。能被林希年等人如此对待，他们也都在猜测楚风的来头。而经过林希年等人的介绍，楚风也是更加了解了七界圣府的格局。七界圣府当年其实是由各方的界灵师一起组织起来的势力，原本是没有界势与灵氏的。在七界圣府决定不再对外招收新的成员，而是由当时的成员发展之后，当时的七界圣府府主便决定赐姓，被赐姓之人从今以后将不得再以之前的姓氏自称，所以才有了界势与灵氏。但可不是谁都能够被赐姓的，唯有战功赫赫之人才能被赐姓。因此当时能够被赐姓之人，也都是当时七界圣府最强之人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七界圣府自然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，毋庸置疑，界势与灵氏便是最高贵的存在。自那之后，所有七界圣府的府主几乎不是出自界势，便是出自灵氏。当然，除了界势与灵氏之外，还有一些强大的姓氏家族，其中最强的分别是姜氏、姚氏、嬴氏、姬氏。这4大姓氏是七界圣府内仅次于界氏与灵氏的，随后便是其他姓氏，就各种都有了。因此七界圣府从外至内被分为了4个府区，分别是圣府、上府、凡府、下府。下府也就是楚风等人所在的这个区域，这里的人最多，有数以万，但这些人地位也最低，甚至不能自由出入七界圣府，有事离开需要报备，得到应允后才可以。说白了，下府的人名义上是七界圣府内的人，但其实是服侍那些强大族氏的，他们基本都是下人，这些人自然不能让他们随便出入，出去了丢七界圣府的人。凡府便是姜氏、姚氏、嬴氏、姬氏这4个家族所居住的区域，上府乃是界氏与灵氏居住的区域，圣府乃是禁区，那里藏着七界圣府最珍贵的宝物，以及诸多强大的修炼阵法，还有禁地，哪怕界氏与灵氏的人都不能随便出入，更是平民百姓一生无法踏入的圣地。林希年带着楚风一路深入，很快便跨越了下府、凡府，进入了上府。楚风发现人口最多的下府竟是土地面积最小的，凡府大了不少，而上府则是比凡府还要辽阔得多。所以下府到处都是宫殿群，到处都是人影，虽然嘈杂，却尽显烟火气。而凡府的宫殿不仅恢宏，还有各自的花园，对比下府的确彰显地位。至于上府，大部分都是高山流水，仙路灵兽，宛如人间仙境，偶尔才能见到一处建筑，但这里的建筑又各有不同，有位于山峰之巅的精致小屋，也有宛如国度一般浩瀚城池，但据说那也只是一个人的领地而已。总之，上府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自己的府邸，因为他们的领地极大。当然，主人虽然只有一个，仆人可是不少，不只是下府的人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哪怕凡府之中也愿意为他们效力的。
这让楚风不由想起来灵山的那个贴身婢女，那个婢女叫做姚洛，她自己出身也不简单，愿意服侍灵山，自然是因为灵山的身份，毕竟灵山的爷爷可是林氏一脉之主。之前楚风只知道灵山天赋力奥德，身份不凡，而现在经过林希年等人的详细介绍，楚风才知道灵山的身份究竟有多么力奥德。很快，林希年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湖泊，那湖泊很大也很深，可水却可清澈见底，因此能够看到水底深处的所有生物，有闪着七彩光芒的鱼群，也有长达万米的宛如蛟龙一般的长鱼。要知道，水绿则深，水黑则渊。正常来说，这么深的水不可能清澈见底，但对于界灵师来说，改变水质也并非难事，所以楚风也没有丝毫意外。这片湖泊之上有着一座水上宫殿，宫殿并非结界之术打造而成，而是由白玉打造，通体白色，宛如雕像，很是特别。这里乃是林希年的府邸，也是他亲手打造。林希年将楚风带到这里，就是专门款待楚风的，甚至还亲自下厨，没有使用结界之术，而是用凡间的厨艺为楚风做了一桌子的美食。饭桌上，有人为楚风倒酒，有人为楚风夹菜，那叫一个热情周到。凌云浩更是一边满嘴是油的啃着鸡腿，一边笑眯眯的道：“今天是借了楚风兄弟的光了，我都好久没吃到我们副队长的做的菜了，真是太好吃了。”就是，楚风兄弟，你多吃点，我们可都是托了你的福。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，味道真的不错，想不到西年姑娘还有如此手艺。楚风这句话夸赞可是发自肺腑。虽说楚风他们这种修为不吃不喝也饿不死，但还是会经常体验凡间美食。林希年的厨艺甚至比许多餐馆做的都好吃，可楚风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却都如同石化了一般不动了，甚至有人夹到嘴边的菜都不敢去吃。先前还满是笑意的人们面露惊恐，先前祥和欢乐的氛围瞬间变得复杂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坐在楚风身旁的凌云浩轻轻踢了楚风一下，随之暗中传音也映入楚风耳帘：“楚风兄弟，快改口，我们副队长可最不喜欢年龄比他小的，叫他姑娘了。上次有一个林氏后辈这样叫了，差点没被他打死。”听到这暗中传音，楚风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但看到那些人惊恐的表情，楚风则是不由想起了一句话：“伴君如伴虎。”这看似和谐的氛围下，实则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。而就在此时，林希年则是站起身来，绕过餐桌，走到楚风身旁：“楚风，快道歉。”见状，凌云浩赶忙暗中提醒，可谁曾想，就在凌云浩提醒的同时，林希年已是将脸凑到楚风近前，灿烂一笑：“我可比你大呢，叫我希年姐姐。”希年姐姐，楚风立刻叫道：“楚风弟弟，真乖。”林希年伸出小手摸了摸楚风的脑袋，同时笑得更灿烂了。见状，餐桌上的其他人也都附和的笑起来，他们都松了一口气。楚风弟弟，你没发现我们与他们穿的不一样吗？你就不好奇我们为何如此？林希年回到自己座位后问道。其实有点好奇。楚风道，很多远古遗迹甚至太古遗迹都有限制，除小辈以外不可踏入，可小辈又能力有限，有些遗迹根本就是摆设，就算知道里面有好东西也拿不出来。为此，我七界圣府才设下了破天军，就是为了钻研破解限制之法。而破天军的参与者有2个条件：首先，年龄限制，加入的时候年龄必须在100岁至150岁之间，并且要通过考核才能加入；其次，超过300岁也将退出这个破天军。林希年道：“难怪你们的盔甲有些特别。”楚风已经发现他们的盔甲蕴藏特殊的力量，不是结界之力，而是特殊的宝物制成。当然，我们的盔甲可都是花费大力气制成的，整个七界圣府也只有100件而已。林希年说道：“那你们平时也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吧？”楚风问：“这是自然。”林希年道：“那成果如何？”楚风问：“破开小辈束缚这种事，我七界圣府建立至今一直有做，不过破天军是3万年前才正式成立，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了很大进展，简单的说就是快成了。”林希年得意的道：“那你们是林氏破天军，是不是还有界氏破天军？”楚风又问：“聪明。”林希年点头，旋即补充道：“等一下，刚好有一次进入圣府修炼的机会，我们带着你一起去见见世面。”我能去吗？楚风问。当然，这是我们林氏破天军的特权，是可以带朋友去的。林希年说道。其实是副队长的特权。林云浩补充道。多嘴。林希年瞪了林云浩一眼。多谢希年姐姐。楚风立刻道。虽说知道他们是有意结交自己，但给了这个机会，自然也要感谢一份。享用过这顿饭后，他们并未继续赶路，而是来到林希年府邸门前。在这里就有着一座传送阵，实际上不仅是林希年府邸门口，几乎在上府的所有府邸门前都有这个传送阵，为的就是方便赶路。再次从传送阵走出，浮现在眼前的乃是封锁天地的墙壁，以及一道贯穿天地的大门。大门两侧立着2座高塔，高塔内有着几道强大的气息，全部都是真龙界灵师。但楚风从高塔的格局来看，这高塔内的真龙界灵师绝对不止几人。这2座高塔聚集着诸多强大界灵师，甚至可能还有接近真龙巅峰的存在。除了在这2座高塔外，那大门顶端的牌匾同样引人瞩目。圣府，这门后便是七界圣府，诸多宝藏藏匿之地。林希年手握令牌，来到门前施以一礼：“晚辈林希年，今日乃破天军入七界实地修炼之日，享用破天军副队长特权，带一位好友一同前往，还请长老应允。”林希年此话落下，没有人回应，但只听轰的一声，圣府大门便缓缓开启。而当圣府大门开启的那一刻，楚风便能够隐隐间听到阵阵似是雷鸣又似是猛兽咆哮的声音传来。那声音来自圣府深处，虽然只是声音，但楚风却能感觉到那力量的非同凡响。距离很远，能有如此声响，必然是力量很强。而随着他们深入，楚风终于能够看到，在圣府深处有着一个特殊的地带，从9天之上接连有雷霆劈落而下，且劈落地点集中在一个地方。那雷霆与9色神雷不同，但同样来自9天之上，并且
威力同样恐怖至极，这让楚风十分好奇，是怎样的地方能引来如此恐怖的天雷？怎么样，壮观吧？那是太古至宝被动用后所引来的雷罚。凌云浩说道。太古至宝具体是什么？楚风问。具体是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被埋藏在组织禁地深处。凌云浩道。组织禁地。听闻这4个字，楚风内心一颤。组织禁地，楚风早就听闻过。当初在神迹传承地，便结识了介羽与灵山等人。介羽便告诉过楚风，组织禁地乃是7届圣府的圣地，连凌霄这种当代最强天才都没资格踏入。而介冉青如今就在组织禁地闭关修炼。虽说楚风觉得介羽说的未必可信，毕竟自己的母亲是被关押起来了，而并不是真的在闭关修炼，但被关押在组织禁地的可能也是有的。那里我们能去吗？楚风问。去，别想了，组织禁地可是我7届圣府最神圣的修炼圣地，不是谁都能靠近的，我们都没机会靠近，就别说近距离观看了。凌云浩道。那有什么人才能去组织禁地修炼？楚风问。悄悄告诉你，组织禁地已经几十年没有对外开放了，因为介冉青大人一直在组织禁地修炼。这句话还是凌云浩，但却是暗中传音，介冉青大人，所以这组织禁地只能供一个人修炼。楚风问。也不是，但是凡是修炼之地，能量都是有限的，一人独享自然更好。当然，介冉青大人完全有这个资格，对吧？凌云浩还对楚风问道。当然。楚风点头，自己的母亲自然有这个资格，但楚风通过凌云浩的这番话，则是觉得自己母亲被关押在组织禁地的可能性更大了。不然组织禁地为何这么久没有对外开放呢？可若组织禁地是这样神圣的修炼之地，那看来自己母亲过得也没有那么差。表面说是关押，可实际上却是强迫他修炼，在组织禁地内修炼不容易吧？楚风问。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你看那雷电的威势，肯定不会太容易吧？凌云浩道。其实不用凌云浩说，楚风也猜得到。他问，只是想确定一下。此时楚风不免有些担心自己的母亲，但转念一想，7届圣府这么多人都知道楚风母亲在组织禁地修炼，那么事实可能就并非如此，也许只是障眼法。楚风的母亲根本就不在组织禁地，但不管是在哪，楚风都希望自己母亲能够得到善待。如若不然，他绝对不会放过7届圣府府主，哪怕他是自己的外公。楚风他们交谈之际，脚下却并未停留，一路上能够看到高塔、宫殿、石林、湖泊等诸多事物，但那些都不是摆设，都是蕴藏着一些力量，皆是修炼之地。最终，楚风等人进入了一片石林，这里的石头千奇百怪，但几乎每一个都蕴藏着结界之力。最终，他们在一座巨石面前停了下来。这座巨石乃是圆形，直径也就1000米，高度不足110米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棋子落在地上。而在这巨石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石碑上面写着“精神锻造15个字”。楚风弟弟，这里便是我7届圣府的7届实地了。这里的很多石头都是可以用来修炼的，而这块精神锻造石效果最好。你刚刚踏入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要慌，以你的天赋，几个时辰应该就能适应。林希年说话间便纵身而起，落在了那精神锻造石上。落地之际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自那精神锻造石内冲出，将它覆盖。那一瞬间，林希年也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但很快便好了，且再度对楚风露出灿烂的笑容。随后，凌云浩等人也是纷纷跳上精神锻造石。落地那一瞬间，他们都被那无形力量覆盖。轻一点的，如林希年皱皱眉头；严重的，则是龇牙咧嘴。楚风兄弟，别怕，直接上来吧。凌云浩微微笑道，但笑的却有些不怀好意。我来了。楚风说话间，也是跳上那精神锻造石。楚风落地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了楚风的身上，且目露期待，他们都想看一看楚风会有怎样的反应。可楚风落地却是面无表情，他感受到了那股力量冲入体内，的确会带来痛苦，但这种疼痛于楚风而言不痛不痒，这可让林希年等人大感意外，甚至有人反复打量，还以为楚风使用了宝物护住了自己，但最终却发现楚风与他们一样，都是正常承受这精神锻造时的力量。楚风兄弟，你没有痛觉的吗？凌云浩问。有啊，不过我觉得这个还好。楚风道。还好。凌云浩等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可还记得第一次落在精神锻造石上时，他们痛苦的模样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好无损的，甚至有人干脆逃离，哪怕经历这么多年，已经适应这精神锻造石，可刚接触那一瞬的痛苦，也会让他们脸庞有些扭曲。楚风第一次竟然面无表情，这适应能力简直让他们也大吃一惊。7届圣府内能像楚风这般的，历代以来也不超过10人，我楚风弟弟还真不是一般人，难怪能够成为入府试炼的第一。林希年毫不吝啬地夸赞道，无非就是皮糙肉厚罢了，这有什么吹的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在远处响起，顺身观望，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上有2道身影，那是2名男子，也是穿着与林希年等人一样的盔甲，但他们身后的斗篷写着的不是林字，而是戒字。那2名男子说话之时正在靠近，此时纷纷落在了精神锻造石旁边的石头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今日乃是我林氏破天军修炼的日子。见到这2位，林云浩立刻说道，怎么不是修炼的日子，我们便不能进入圣府了吗？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，那是一个面容俊朗但却一头白发的男子，他看上去也如小辈一般，很是年轻，那一头白发扎成了一个高马尾，配上这一身银甲，倒是颇具英气。至于年龄，则与林希年相近，也是接近300岁。至于气息有所隐藏，
楚风分辨不出他的修为，但从速度判断，绝对不在林希年之下，多半也是仙龙神袍，甚至可能更强。借风队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当然可以随时进入胜府。林云浩立刻开口，不仅语气很是示弱，甚至说话不敢与对方对视，明显很惧怕这个名为借风的白发男子。记住，不只是我借是破天军，都可以随意出入胜府。那借风此话说完，看向了楚风，你就是那个楚风。借风此话刚出，林云浩的暗中传音立刻映入楚风耳帘。楚风，这借风不仅是借势破天军的队长，他爷爷还是7届胜府的太上长老之一，你和他说话千万客气点，我们得罪不起他。林云浩的语速极快，生怕说慢了。楚风不知道这借风身份，从而得罪借风。我的确叫楚风，但不确定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我。楚风笑道，但他的笑容不卑不亢，只是礼貌性的。入府试炼第一，你若不是有这个名号，你以为他们会结交你，带你到这里来修炼？借风说话间，看向林希年等人。借风，我身为林氏破天军副队长，有这个资格带楚风进入此地。林希年立刻说道。林希年，你别紧张，我可没说不让这楚风再次修炼，我只是想看看入府试炼第一到底有着怎样的能耐。借风此话说完，看向楚风，楚风，这里没意思，带你去玩个高难度的。借风说道，你要带他去呢？林希年问。此时，如林云浩等人都已经不敢说话了，唯有林希年敢正面与借风对峙，可见这借风的身份的确很强。精神重力塔怎么样？借风说道。精神重力塔。听闻此话，林希年等人皆是神色大变。借风，你说的精神重力塔是哪一座？林希年问。能是哪座？自然是7星重力塔。借风说道。不过对于这个回答，林希年等人并不意外，因为他们早就猜到借风所说的乃是7星重力塔了。于是此时，林希年、林云浩等人的暗中传音便同时映入楚风的耳帘之中。楚风，别去！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劝你，叫你别跟我去？借风微眯双眼看着楚风。听闻此话，林希年还好，林云浩等人脸色一僵，连暗中传音都不敢了。你说的精神重力塔也如此地一般，是锻造精神力的？楚风问。是。借风点头。我毕竟是外来人，对这里不熟，若有人带路，我倒是愿意一试。你愿意带路吗？楚风对借风问道。听闻此话，借风笑了。当然可以，我陪你一同进去，跟过来吧。借风此话说完，便御空而起。见状，楚风也是一空而起，跟了过去。林云浩等人都看向林希年，而林希年犹豫片刻，也是纵身而起，带着林云浩等人追上了楚风。楚风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在我7届胜府有着多座精神重力塔，用来锻炼精神力，但唯独那7星重力塔不能去。林希年暗中劝道。为何？楚风问。因为那是10年前才打造完成的重力塔，那7星重力塔其实共有7座，但每一座的精神力都非常强大，强大到不合常理，其实就是还未调试好，目前根本不适合小辈踏入，很多小辈踏入其中便直接昏死过去，甚至最严重的至今没有苏醒。林希年说道。所以那不是适用于小辈修炼的地方？楚风问。对，非常不适合，哪怕凌霄也只登顶过其中5座，但那一次已是他的极限。从第5座塔出来的时候，便直接昏死了过去，足足10日才苏醒，之后更是调理许久才彻底恢复。至于其他小辈，目前为止也只有我12妹妹登顶过4座，虽然她没有像凌霄那般昏死过去，但也是脸色苍白，所以没有去挑战第5座。林希年说道。12妹妹，你说的可是灵珊？楚风问道。听闻此话，林希年一愣，旋即问道。你知道灵珊？有所耳闻，你与她熟吗？楚风问。熟啊，当然熟了，我可是看着她长大的。不过她不在7届胜府，出门修炼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。说起来，她应该早就回来了，也不知为何这次迟迟未归，不然倒是可以为你们引荐一下。林希年道。那她去何处修炼了？楚风问。这个我不清楚。林希年道。但他回答的时候有停顿，是在思考。可楚风觉得林希年知道灵珊去了何地修炼，只是不想告诉他。当然，林希年只是想与楚风结交，毕竟刚认识，还没什么交情，有些事情不告诉楚风也是正常。楚风弟弟，你心怎么这么大？我告诉你那7星重力塔的危险程度，你怎么反而好奇起我的12妹妹？你怎么这么好色呀？忽然林希年道。我这也不是好色吧？楚风有些冤枉，其实他认识灵珊啊，只是好奇灵珊现在的情况罢了。我都与你说了7星重力塔的情况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？林希年又道。有什么怕的？同为小辈的凌霄和灵珊不是都登顶过吗？况且我不是让那借风带路了吗？他都能进去，我自然也能。楚风笑道。楚风弟弟，你可别小看这借风，他可早在10年前便已踏入了仙龙神袍，并且自从凌霄登顶之后，这借风也曾多次踏入这精神重力塔，虽然至今没有成功登顶过，但其他人尝试1次之后便不愿进入第2次了。他这么多次进去，必然是有了一定经验。我知道你让他带路，是想着有他同行，你也不怕什么，但其实你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他就是故意选了一个他擅长的地方来与你比较，你让他为你带路，反而正合他的心意。林希年说道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楚风笑着回复道。而经过一番赶路，楚风也是终于见到了那所谓的7星重力塔，那就是7座高塔。此塔共有7座，高度只有30米，除了7座高塔，塔顶都立着一颗星星图案的雕像外，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甚至从外观来看，还不如刚刚石林之中的那一块精神锻造石厉害。就是这里？楚风问。就是这里。口气不小啊，难道来时的路上没有人仔细为你讲述这精神重力塔的厉害？借风话到此处，讽刺地看向了林希年等人。你们也不够意思啊，都不劝劝你们这个新朋友，难道你们也想看他的笑话？
介风，想看楚风笑话的是你吧？我知道你曾多次踏入这7星重力塔，虽然你未能登顶，但你早已适应，有了经验。你让楚风来这里，不就是想彰显自己的本事吗？但这公平吗？林希年质问道。林希年，你可真是没大没小，你只是林氏副队长，怎么和我这个界市队长说话呢？还有，你说的都是什么狗屁话？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坏，我只是看这楚风确实有些本事，也想看看入府试炼第一的极限在哪。而这精神重力塔刚好能够检验一下，我带他来这里是为他好。话到此处，介风看向楚风，楚风，你若不敢进去，其实可以不去，我可不会逼着你。你若要去，我可以陪同。你若真的撑不住，我倒是可以扶你出来，不会让你死在里面。介风挑衅地看着楚风，确定这个地方我是可以进去的，不违规是吧？楚风问。当然。介风道，带路。楚风道，有胆识。见楚风答应，介风脸上露出一抹阴谋得逞般的笑容。随后，介风便走入了第一座精神重力塔。因为这塔没有门，入口的结界也是没有任何阻挡，所以楚风也是可以直接进入。刚刚踏入精神重力塔，楚风便感觉到了一股压力，这压力不弱，但还不足以难住楚风。其实类似的地方，楚风踏入过很多次，但这里有所不同，所以楚风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而是闭上眼眸。他选择的方式是适应，不是适应第一层的压力，而是要适应整个塔的压力。见楚风站在入口不动，那已经走上楼梯的介风不由得意一笑。楚风，我先上去了，你若承受不住，记得喊救命，我是能听见的，会下来救你。话罢，介风便向上攀登，但嘴里却也是嘀咕起来：入府试炼第一。不过如此，这7星重力塔不仅有7座，塔层也是分为7层。介风一路攀登，前2层他没有太大感觉，但是到第3层，他的步伐明显变慢了许多。不过他还是一鼓作气，来到了第4层。在第4层，他直接站住不动了，休息了好一会后，才扶着楼梯向下观望，还没动静，不会第1层就不行了吧？介风摇了摇头，旋即继续攀登，但后面的路他明显越发吃力。到了第6层，向第7层攀登的时候，他已是吕步维艰，每一道台阶于他而言都是那么的遥远，并且很快，他连向前抬起脚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他的双脚就像被粘在了台阶之上一般。可恶，又是这里，为何我就不能登顶？我们这一代的天赋，当真就不如当代小辈吗？介风此时虽然满脸疲态，但眼中却尽是不甘。怎么了？极限了！而就在此时，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回头观望，介风吃了一惊，的确是楚风追上来了，不仅悄无声息，并且面不改色，脸上连一滴汗都没有。对比汗如雨下的自己，他们2个人好像攀登的不是同一座重力塔。你怎么回事？介风问道。什么怎么回事？楚风问。你怎么好像毫不费力？介风问。把好像2个字去了，我的确毫不费力。楚风说话间便继续攀登，那介风每一步都需要耗费极大力气的阶梯，此时在楚风面前就如普通阶梯一般，他很是轻松的便走了上来，还从自己身旁走过，踩在了介风这么多年来都无法踏足的阶梯之上。介风瞪圆双眼，紧紧地盯着楚风，我是不是应该装的费力一点？不然好像有些伤你自尊，但我真的不费力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你莫要猖狂，就算你能到达第7层，你也未必能够顺利登顶，你需承受住那压力才行。介风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多谢提醒，我会注意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直接踏上了第7层。这一刻，楚风也是不动了，他并未继续前行。这第7层确实有压力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闭上了眼眸，他采用老办法，先适应，然后一鼓作气。此时，在圣府深处，有着一座云雾缭绕的地方，云层之上竟有着一个散发热气的浮空水池，池内之水散发热气，同时也蕴含非同一般的力量。这池水每一滴都价值非凡，可一个老头却光着身子在那池中闭目养神，正在泡澡。这个老头留着满头白发以及长达10米的白色胡须，他人躺在池中，胡须却是飘在半空，时不时发出舒服的哼唧声，那叫一个惬意悠哉。可忽然，老者眼眸睁开，涌现而出的是无比强大的气场。老头立刻起身，别看脸上尽是皱纹，可他身高不仅3米有余，身上更尽是肌肉，是有人来了。但看到那来者之后，老者收起强大的气场，露出一抹祥和的笑容，原来是7界府主。见到7界府主，老头赶忙身形一转，一套仙飘飘的白色长袍穿在了身上。这白袍穿上之后，老者给人的感觉还真是仙风道骨，但同时也不失威严。苍穹宗主感觉如何？7界府主问道。原来这个老头便是当今苍穹仙宗的宗主，感觉相当不错。你7界圣府这座空泉真是太舒服了。苍穹仙宗宗主笑道。这空泉还是当初我们一同所得，说起来也有你一份。苍穹仙宗宗主若是喜欢，经常来泡便是，但依老夫看，苍穹宗主今日来此，应该不只是为泡这空泉吧？7界府主问道。的确不是为了泡空泉，而是老夫刚好路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苍穹仙宗宗主说道。7界府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旋即忽然问道。图腾龙族可有去过？此话一出，让苍穹仙宗宗主不由一愣，旋即说道。老夫此行并没有去图腾龙族的打算。7界府主何出此言？没有。7界府主目光变得凌厉起来。真的没有啊？苍穹仙宗宗主道。7界府主再没有说话，而是笑眯眯地看着苍穹仙宗宗主。苍穹仙宗宗主身为一方天河的主人，那也是见过世面的，可被7界府主这样盯着，还是很不自在。忽然7界府主问道。苍穹宗主，你觉得若是浩瀚修武界一统，让哪方势力来这个做主比较好？这还用说，自然是7界圣府。苍穹仙宗宗主道。真心话？7界府主问。当然是真心话，若真是浩瀚修武界需要有一个势力主持大局的时候，老夫绝对拥护你啊！苍穹仙宗宗主说道。有你这句话便够了。7界圣府府主笑了，虽然他一直面带笑容，可直至此时笑容浮现，苍穹仙宗宗主的神态才算轻松了一些。可忽然一道金光自远处浮现，贯穿云端，哪怕他们在云层之上，却也看得清楚。苍穹仙宗宗主与7界圣府府主同时将目光投了过去，尽管相隔距离很远，但他们都能到。那光束来自一座塔，
七界府主，那是修炼塔吗？苍穹仙宗宗主好奇地问，因为他看得出来，那光芒不简单，那座塔也不简单，必然是发生了什么，否则不会这般。是由老夫亲手打造的7星重力塔，有人登顶才会有此景象，看来是有人登顶了。七界府主面道，此塔登顶很难吗？苍穹仙宗宗主问道，有些难度。七界府主说话间，目光一直盯着那座塔下的人，他也很想知道是何人登顶，不如去看看。苍穹仙宗宗主问。苍穹宗主有兴致。七界府主问，反正闲着无事，不如看看是你七界圣府哪位后辈引起此等景象。苍穹仙宗宗主道，那便走吧。于是这2位天河霸主级的存在便向7星重力塔飞掠而去。2位天河霸主靠近，但却并未现身，而是依旧在云层之上向下观望。然那7星重力塔引发的异象，吸引来的可不只是这2位天河霸主，越来越多。本在圣府内修炼的人物接连快来，有许多选择不露面的，但单单是露面的便已有几百人，并且人数仍在不断扩大。这些人中有长老，有后辈，但能够来圣府修炼的身份都是非同一般。真龙界灵师这种存在就来了多位，这种情况下，不管谁来，自然都要先给身份高的存在施礼。可有一个老头却是例外，这个老头很是年迈，不仅驼背，连走路都要拄着拐杖。明明很瘦，可那满是皱纹的皮肤却松得很。但他身穿界灵长袍，且没有隐藏修为，可以看出他乃是神袍巅峰，这个实力自然不弱。但在场可是还有真龙界灵师这种人物在呢。但他不仅没有对任何人施礼，反而缓步走向灵犀年。而当人们发现他之后，不仅没有丝毫责怪，反而无论是长老还是后辈，都齐刷刷的对着这个老头施以一礼，拜见沧海大人。被称为沧海大人的老头没有说话，哪怕真龙界灵师这种级别的长老，他都没有理会，而是靠近灵犀年后才停下。见状，灵犀年赶忙布置结界之术，凝聚出一把椅子放在这位沧海大人身后。但这位沧海大人根本没有做的打算，甚至也都没有正眼看灵犀年，而是看着那座释放光束的重力塔。有人登顶了，是何人？回沧海大人，进去的是介风，还有楚风。灵犀年如实道。楚风，外人。沧海大人问，是刚刚参加入府试炼，并且成绩很好，不出意外就是此次入府试炼第一，日后也将是我7界圣府的一员。灵犀年道，入府试炼是什么？是天染那小子搞的。沧海大人问，他口中的天染乃是当今7界圣府府主界天染，在7界圣府谁敢这样直呼7界圣府府主的名字？何况后面还加上小子2个字，如此的不尊重，换做其他人若敢如此，立刻便会被制服，轻则丢入大牢，重则当场处死。可沧海大人说此话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。回沧海大人，是府主大人同意的。灵犀年道。沧海大人微微点头，便不再言语，而是盯着那座塔。而天际之上，苍穹宗主则是面带笑意，看向7界府主。如今7界圣府敢这样称呼你的人不多了吧？对此7界府主也是淡淡一笑，是，但能有一个人这样称呼我，也是蛮不错的。沧海大人为何迟迟没有突破真龙境？是真的如传闻一般修炼了特殊的精神力功法吗？苍穹宗主问。这个老夫也不清楚，但不重要，老夫只希望沧海大人健康长寿即可。7界府主道。也是，如今的7界圣府也不需要沧海大人来增添战力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沧海大人也是真龙之下最强界灵师，这个名号至今无人能动摇。苍穹宗主说道。可话到此处，苍穹宗主与7界府主目光皆是微微变化，因为那重力塔的结界门有2道身影走了出来，是介风与楚风。只不过介风是被楚风搀扶着出来的，但相比于介风那虚弱的样子，楚风也只是流了几滴汗而已。见到这一幕，下方顿时炸开了锅，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，那登顶之人乃是楚风，而不可能是姬风。这就是入府试炼的那个楚风。苍穹宗主也是问道。7界圣府府主道。可是与图腾龙族那2个小鬼相识的楚风？苍穹宗主又问。正是他。7界府主道。想不到此子结界之术还有些天赋。苍穹宗主道。其实对这7星重力塔他没那么了解，只是看下方那些人的反应，他也知道楚风做的事情并不简单，但他是何人，什么天才他没见过，所以在不了解楚风的情况下，在他看来楚风也只是有天赋，而不是多么顶尖。此子的本事可不止如此，也许他能登顶5座重力塔。7界府主道。而在下方，楚风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，灵犀年等人更是走上前去，将楚风团团围住。楚风弟弟，真的是你登顶了吗？灵犀年问。楚风点头。你既然登顶了，居然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是装的吧？伪装的也太好了。凌云浩的手在楚风身上摸个不停，甚至还有人开始为楚风诊脉，就是想看看楚风此时这平静的模样是不是装出来的，因为这太不合常理了。我真的没事。楚风说道。若真的没事，为何不继续挑战？此时一位真龙境的长老说道，但他可不是什么好的语气，反而有着几分挑衅意味。我可以继续挑战吗？楚风问。当然，只要你身体承受得住。那长老说道。多谢。哪怕知道对方不是善意，但楚风还是说了多谢2字，同时走向了第2座重力塔。没过多久，第2座重力塔也是光芒冲天，那是登顶成功的信号。最主要的是这次的速度很快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快。怎么这么快？莫说小辈，就连长老们都感到不解，并且很快楚风就出来了。此时的他比之先前是虚弱了一些，但也只是一些而已。楚风直奔第3座塔，虽然这一次时间慢了一些，但也是顺利登顶。紧接着第4座、第5座，当第5座重力塔也登顶成功后，7界圣府的人彻底不淡定了。这可是打平了凌霄保持的记录，而且楚风的登顶速度是远快于凌霄的。最主要的是，凌霄登顶5座之前，也曾数次进入7星重力塔，适应那里面的压力。可楚风是第一次啊，这个家伙不会要打破凌霄的记录吧？当看到楚风从第5座塔走出来的时候，虽也是脸色变得惨白，但步伐却依旧稳健。7界圣府的众人肉眼可见的慌张，就算楚风即将加入7界圣府，可在他们心中，楚风究竟是外人，本质上是不如他们的。而凌霄的这个记录，代表着的是他们7界圣府的一项荣誉。倘若真的被楚风这个外人打破，整个7界圣府那都是脸上无光。
于是忽然一道身影落在了第6座重力塔面前，乃是跟随介风一同来此的借势破天军的人。他站在入口前，对楚风道：“楚风，你应该累了吧？可不要勉强。”嘴上这样说，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在阻拦楚风，不想楚风继续攀登，让他进去，我就不信他能继续登顶。可此时，介风的声音却随之响起。见状，那位也是立刻退下，而楚风则是直接踏入。此时，聚在7星重力塔的人，只是现身的都有1000多人，并且来了一位大人物，那是一个双眸为绿色的瘦老头，此人名为林某子，乃是7届圣府圣级长老之一。除了这个林某子以及林沧海等少数老者外，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出了一丝慌张，他们都很希望楚风失败，但想到楚风之前的状态，他们却又实在没底。片刻过后，那座重力塔塔身微微一颤，随即塔顶光芒冲天起，贯穿云端。该死！见此一幕，许多人后背气得咬牙切齿，甚至破大骂。楚风终究还是打破了凌霄所创下的记录，这让他们脸上无光。老一辈还好，后辈们表现得最为明显。楚风从第6座重力塔走出时，看到众人那憎恶的目光，他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了。可楚风先前之所以明知道那位让他继续攀登的长老并非善意，却仍对他道谢，是因为在楚风登顶第1座重力塔的时候，就已经感受到了这7星重力塔乃是以一件至宝为根基打造而成。别看7座塔分别立于不同方位，但实际上塔底深处，他们都立在那件宝物之上。这件至宝蕴藏着不菲的力量，若是能够7座重力塔全部登顶，将触发那件至宝的力量，那是一种守护阵法，很强的守护阵法，恐怕真龙巅峰都无法伤到自己。虽说这守护阵法有使用限制，只能在7届圣府的范围内触发，可若能得到这阵法，对楚风而言乃是一道保障。楚风本来也没打算在7届圣府久留，若不是为了救蛋蛋，他都不会参加入府试炼，所以拿到圣级宝物，楚风就离开，但就怕7届圣府不放他走。虽说接触下来，发现7届圣府也有好人，但总体来说，7届圣府还是非常霸道。若真是闹到不愉快的地步，以7届圣府的作风，可能会直接抹杀楚风。所以，若能得到这守护阵法，倒是多了一份保障。这便是楚风谢那位长老的原因。他的应允给了楚风获得这守护阵法的机会，所以楚风也不管这些人此时是否高兴，只要他们让，楚风便继续登。楚风，别再继续了。然而，就在楚风走到第7座重力塔门口的时候，林希年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，他竟也劝楚风，但楚风却并未理会，而是踏入其中。没过多久，第7座重力塔也是光柱冲天，并且当第7座重力塔光芒冲天那一刻，虚空之上7道光柱交汇，形成一道新阵，那壮观场面胜过先前数倍不止。莫说7届圣府的众人，就连身为旁观者的苍穹宗主也是看向7届府主，难道在此之前无人能够登顶7座？此子乃是第一个。7届府主道：“这楚风天赋竟强大至此，7届府主真是慧眼识珠，能得如此人才，恭喜恭喜啊！”苍穹仙宗宗主赶忙道贺。原本他只觉得楚风有些天赋，现在则是觉得楚风的天赋配得上天才之名，甚至于浩瀚修武界也是能够排在第一线的水平。只看天赋，的确是人才。对苍穹宗主的道谢，7届府主则风轻云淡：“我7届圣府不缺天才，但他能为我7届圣府所用，却是他的荣幸，这是自然。”苍穹宗主笑道。很快，那星阵从天而降，落入第7座塔内。那星阵落入了楚风身体之中，身子塔内的楚风意念一动，那星阵之力便释放而出，围绕在其周围。这便是守护阵法，的确很强。果然，看到这星阵之力，楚风觉得就算得罪那些人，倒也值了。想要的到手，楚风也不拖延，直接走了出来。但此时的楚风也是故意示弱，他装得很虚弱。换作以往，楚风完成如此壮举，必有多人上前道贺。可此时没有一个人前来道贺，哪怕林希年、林云浩等人，也只是在远处望着楚风，没有上前。甚至先前一同吃饭的一些人都不敢看楚风，那个样子简直就想装作不认识楚风，巴不得与楚风撇开关系。我听闻这7星重力塔已经调试过了，降低了力量，看来真是属实啊。忽然有一个红发男子说道：“他不是小辈，但也不是长辈，因为他大概500岁，于7届圣府而言，他算是后辈，所以别看几百岁，他也丝毫没有成熟的模样，反而尽显轻狂。就比如此时说的话，分明就是扯淡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怪不得呀。”然他那扯淡的话语说出后，不仅没人反驳，反而立刻有人附和，并且附和的人越来越多。明明他们知道这是瞎编的事情，这7星重力塔并没有调整，因为借风的状态就已是最好的说明。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像是统一了想法一样，一同在编造这个不存在的谎言。看到那些人将刚刚编造的谎言说得跟真事一样，楚风内心都快憋不住的想笑。这些人表面舍我其谁，高高在上，实际上内心如此脆弱。如若不然，又怎么会编造谎言来维护自己的荣誉呢？楚风本想就此离开，可楚风刚动，那红毛男子便落在楚风身旁。楚风，你可胆挑战7届挑战阵？没兴趣。楚风拉的仇恨已经够多了，他不想再继续拉仇恨，毕竟圣级宝物还没到手，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。孬种，不敢直说，你扯什么没兴趣？那红毛男子见楚风拒绝，竟直接出言羞辱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也没有因这种级别的激将法，楚风自然不会被激怒。楚风弟弟，要不你去试试吧。可谁曾想，那林希年的暗中传音则是再度映入耳帘。楚风前行的脚步停下了，他看向林希年，希年姐姐，是不是我登顶7星重力塔让你也很为难？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。楚风弟弟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你今日此举确实会让我7届圣府一些人觉得脸上无光，是会为你树敌的。那7届挑战阵你去挑战，你故意失败，这样一来他们会平衡一些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林希年说道。好，希年姐姐开口了，我便去挑战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回头看向那位挑衅的红发男子。7届挑战阵在哪？带路。楚风说道。哟，还真敢啊你！
走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天赋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那红发男子说话间便御空而起，当真为楚风带路。楚风也是直接跟上。事情其实没有转机了，就算是伪装的，可他们看到楚风虚弱乃是事实。楚风这种状态下，却还逼迫楚风去挑战另外一座阵法，是何用意？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而那红发男子态度如此恶劣，在场这么多七界圣府之人，却没有一个人阻拦，哪怕圣级长老都没有阻拦。这不仅仅是这男子一个人的意图，是他们所有人的意图。他们都想要以这种方式来挽回颜面，尽管卑鄙，尽管无耻，尽管不要脸面，可他们还是做了。楚风又能如何？若不失败一次，怕是无法安然离开了。很快，在那男子带领以及七界圣府众人的簇拥下，楚风见到了所谓的七界挑战阵。来时的路上，林希年已经暗中为楚风讲述过了这七界挑战阵。这是一个天赋测试阵法，据说是根据70界的特性研制而成，在七界圣府创立之初便已存在。这不是简单的天赋测试，还包含了对精神力的掌控。至今为止，哪怕只能完成一项挑战的，那都是天才。当然，几乎能够出现在这里的后辈，大多数都是完成过至少一项挑战的人，比如凌云浩完成过2项挑战，而林希年与介风都完成过3项挑战，但想完成4项挑战就非常的难。至今为止，完成的人少之又少。至于5项，七界圣府发展至今，只有5个人完成过。当今小辈之中，只有凌霄与凌深完成过5项挑战，但完成5项却已是他们的极限。至于6项，只有1个人做到过，那便是芥染青。但6项挑战并非芥染青的极限，芥染青的极限是7项挑战全部完成。芥染青也七界圣府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做到这个壮举之人。而这七界挑战阵对比刚刚的7星重力塔，的确壮观了不少。七界挑战阵有着7道形态各异的雕像，每个高达万米。这7座雕像分别代表着7灵界，呈圆形将一座广场围在当中。那座广场乃是浮空的，并且不是固定的，而是起伏状态。按照林希年所说，只要踏入广场便可以开始挑战。但楚风目光却投向了圣谷的更深处，那里也有一些雕像，那些雕像只有1000米，远不如七界挑战阵这7座雕像高大，而那些雕像数量则稍微占优，共有10座。至于形态就更加占优，相比于代表7灵界却形态有些模糊的7座雕像，那10座1000米高的雕像乃是身披铠甲、手握长刀的将士。尽管是雕像，可却栩栩如生，宛如活物。最关键是那10座雕像下方有大阵，大阵力量没有直接展现，但楚风能够观察出那大阵力量很强。如此大阵乃是用来滋养10座雕像，这让楚风觉得那绝非是简单的雕像那么简单。那是什么？楚风问。想拖延时间。红发男子道：我拖延什么时间？难道挑战这7界挑战阵还有天时地利人和一说？有最佳时间？楚风反问。楚风，不要拖延时间，赶快上去。红发男子催促道：我想何时挑战便何时挑战，难道你看不出我很虚弱吗？见我如此虚弱还催促于我，你就是想看我笑话吧？楚风直接问道。而此话一出，无疑是戳中了众人的痛处。是啊，他们就是想看楚风笑话，就是想让楚风失败的。但是楚风说出来显然不太好，不敢就不敢，少在这里装蒜。那红发男子恼羞成怒，再度破口大骂。而楚风不仅不气，反而笑了。你这种激将法实在拙劣。楚风小友，那10座雕像乃是我七界圣府的一位大人所留，究竟有何用意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不知是也希望楚风快点入阵，还是良心发现。那位圣级长老林某子终于说话了。长老，不知你所说的大人是哪位大人？楚风问。界灵仙王大人。林某子说道。原来是界灵仙王的手笔，难怪如此特别，又有些熟悉。楚风心中好奇解开，便一跃而起，直接落在了那7界挑战阵之上。刚刚落下，那7座雕像便微微颤动，随后巨大的雕像的象身皆是释放出光芒。此刻广场同样光芒涌现，这整座7界挑战阵已是开启。楚风现在可以凭借意念便决定先挑战哪座阵法，但楚风没有一一挑战，而是大袖一挥，刹那间7座雕像光芒大盛，随后那7座雕像同时有一道光芒射出，将楚风所笼罩。他竟同时挑战7项。见此一幕，在场之中无一人不是吃惊。哪怕当年的芥染青完成了挑战7项的壮举，但也是逐一挑战的。楚风同时挑战7项，这不是诚心不想完成吗？此子野心十足啊！苍穹仙宗宗主道，而7界府主却是直接转身向远处走去，不看了。苍穹仙宗宗主问。他无心挑战，乃是在耍性子，看下去又有何意义？7界府主道。也对，他这个方式进行挑战，一向都过不去。苍穹宗主也是说道。相比于刚刚的7星重力塔，这7界挑战阵可谓是威名赫赫，连苍穹宗主都早有耳闻。他知道此阵的难度，也认为7界府主所言在理。楚风根本没想挑战完成。7界府主，等等老夫啊！于是苍穹仙宗宗主也不看了，而是追赶7界府主而去。至于下方众人，开始的确惊讶，但很快也明白了楚风的意图。虽然楚风此举让他们也颇为不爽，但其实也正合他们心意。他们就是要让楚风失败，这样传出去能够保全7界圣府的声誉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7道光柱同时覆盖楚风，楚风的确需要同时应对7重考验，但楚风却是能够应对的。虽然的确很难，但楚风却也能够应对。楚风开始的打算的确如众人所猜测一般，就是想要失败，因为这些人的态度唯有他失败才能离开。可当他真的开始挑战，明白了这7界挑战阵的规则后，楚风改变了想法。原来7界挑战阵挑战成功后不会有任何好处，只是会得到一个令牌，这就是一项荣誉挑战而已，没有实质性的好处。但若挑战成功，那令牌直接融入挑战者体内，挑战者愿意展示出来，自然能够证明自己挑战成功。但若不展示出来，也没人知道他是否成功。所以楚风决定，他要完成这7项挑战，待得日后与7界圣府撕破脸皮之时，直接亮出7道令牌来打他们的脸。他们今日的嘴脸有多得意，日后的嘴脸
就有多难看。但同时挑战7项，难度的确不小，楚风也需要适应，所以楚风的挑战时间很快便打破了记录。他怎么还没下来？他没想放弃，他是真的想要同时挑战。混账，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眼见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楚风的挑战并没有结束。7届圣府的人也意识到，他们想错了，楚风就是真的在挑战，而不是故意摆烂。圣级长老大人，此时有些长老开始暗中传音于林眸子，意思很明显，那就是不能让楚风成功。凌霄的记录被打破还好，若是借冉青的记录也被打破，那可就真是颜面无存了。所以他们想暗中使坏，破坏楚风的挑战。所有人不要轻举妄动，那可是7届挑战阵，只要开启，旁人无法干涉。你们若暗中动手，只会暴露行为，丢我7届圣府的人。林眸子暗中回复，但紧接着又补充道，不用太过担心，他不可能成功。相比于其他人，身为圣级长老的林眸子倒是颇具信心。果然，最终阵法停止，而楚风也是虚弱的瘫坐在了地上。不用问，看到楚风一脸沮丧的表情，7届圣府众人便纷纷松了一口气。楚风，你也不过如此啊！我还以为你同时挑战7项，有多大的本事呢？那名挑衅楚风的红毛男子立刻讽刺的大笑起来。他此话一出，也立刻有与他年纪相仿的后辈们开始附和。就是拖延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他能成功，结果累得跟狗似的，也没成功，真是浪费小爷时间。哎呀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看这个热闹了。本小姐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去和我的戒灵谈谈心呢。住口！可突然，圣级长老林眸子怒斥一声，旋即说道：“楚风小友，日后也是我7届圣府的一份子。无论7星重力塔是否是调整过的，他能登顶7座，那也都是一项壮举。至于这7届挑战阵，除了冉青小姐，谁能挑战7项？你们谁能？”林眸子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于是嘲讽之音也结束于此。随后，那林眸子看向林希年，希年带楚风小友回去休息。他说出此话，林希年才敢动身，飞到楚风身旁。楚风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林希年关切地问道。希年姐姐，我没事。楚风笑了笑。楚风弟弟，你不用沮丧，毕竟挑战7项，只有戒冉青大人能够做到，你失败反而是情理之中。林希年搀扶楚风的同时，也是安抚道，他的确劝楚风故意失败，但他也看得出来，楚风不想失败，也明白了楚风的倔强。虽然过程胆战心惊，但结果是合他心意的。何况圣级长老都表态了，这个态度证明了楚风还是要重用的。他自然也要安慰楚风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楚风真的没事，因为楚风其实成功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注意到一个神袍老者的离开，竟让在场所有人为之恭送，就连那位圣级长老林眸子都在恭送。可那个老头离开的时候，明明连话都没说，可谓非常的拽。但楚风之所以注意到这老头，也是因为这老头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什么，可他却一直盯着楚风，那眼神让楚风有些不舒服。那位前辈好像很特别。楚风小声对林希年问道：“那是沧海大人，可不得无礼。先回去，路上与你说。”而回去的路上，楚风也是知道了，那个全场恭送的老头叫做林沧海。这个林沧海辈分极高，他乃是戒灵仙王同时期的人物，并且年少之时是与戒灵仙王齐名的天才。那个时候的林沧海意气风发，与戒灵仙王一同横扫各方势力的同辈天才，在那个遥远的时代，便为7届圣府夺得了诸多荣誉。只是随着年纪增大，他与戒灵仙王的差距则是开始体现，尤其是到达神袍巅峰后，他便再无突破。别看他现在是神袍巅峰，可他早在数万年前就已是神袍巅峰，而且至今有着真龙之下最强戒灵师的称号，那可不是虚名。他的结界战力确实非常的强大，真龙之下同等战力下，目前无人能够胜他。当然，他能得到如此尊重，并非是真龙之下最强戒灵师的称号，主要还是他的辈分，以及当年为7届圣府立下的功劳荣誉。以这位前辈的天赋，按理来说突破到真龙戒灵师也不难，他迟迟没有突破，应该是有所原因吧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这个我们也不知晓，不过我听闻沧海大人是修炼了特殊的精神功法，他不突破则已，只要突破必将一鸣惊人。不过这件事你可不要外传，必须保密。林希年暗中说道。放心，我嘴巴很严。楚风笑道。之后楚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所，而是受林希年邀请与他同住。紧接着林希年、林云浩等人更是为楚风举行了一场庆功宴，庆祝楚风登顶7星重力塔。对于这个庆功宴，楚风也是笑意满满，可内心却没有丝毫感动。正所谓患难见真情，当楚风成功登顶7星重力塔，7届圣府众人那敌视的目光，楚风可还记得？若不是后面那个圣级长老开口示意与楚风和谐相处，别说这场庆功宴不会有，也许林希年等人都不敢与自己说话。所以庆功宴开始没多久，楚风便以身体不适为由回到林希年为他安排的房间去休息了。此行收获还是很不错的，不仅得到了7星重力塔内那守护阵法的力量，多了一道保命符，并且7星重力塔此行，楚风的精神力也是得到了锻造。楚风对于突破契机感悟更深了。可忽然楚风神色一变，他察觉到房间内好像多了一个人，有一道目光正在凝视着自己。但楚风还没来得及起身，一道封锁阵法便将楚风封锁了起来。果然，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楚风房间内。沧海大人，楚风认得此人，这个老头正是那位被困在神袍巅峰数载，且有着真龙之下最强戒灵师称号的林沧海。楚风小友，帮老朽一个忙可好？林沧海邪魅一笑，且此话说完，还不待楚风回答，便大袖一挥，传送之力浮现，带着楚风离开了林希年的府邸。一番赶路之后，林沧海带着楚风来到了他的府邸。林沧海的府邸不是很大，看着也很残破，可是府邸外面
却有着层层阵法。林沧海破开阵法，带着楚风进入府邸之内后，楚风才发现这府邸内别有洞天，暗藏地宫。林沧海带着楚风来到地宫深处后，一股刺鼻的血腥气息便涌入楚风的鼻子之中。这里死过人，并且死过很多人。林沧海带着楚风继续深入，打开了一道门。那道门打开之后，更为刺鼻的血腥之气扑面而来，同时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座古铜色的炼丹鼎。这炼丹鼎绝对是无价之宝，而那浓郁的血腥气息正是来自那座丹鼎。看到那座丹鼎，楚风就知道这林沧海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丹鼎内炼化的不是丹药，而是人。楚风小友，可知此鼎为何用？林沧海笑眯眯地问道。你修炼了邪道功法？楚风问。林沧海仰天大笑，嘶哑的笑声却极其瘆人。何为正？何为邪？老夫只是修炼了功法，难道因为这功法需要杀人，便是邪道了吗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天下便没有正道，因为任何人能够立足于这浩瀚修武界，手上都必须沾染其他人的仙。林沧海道。七界圣府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吗？楚风问。知道又如何？不知又如何？自古以来，圣王败寇，待得老夫神功大成，谁敢说老夫半个不字？林沧海问道。你带我来这里，该不会想炼化我吧？楚风问。因为林沧海没有任何隐瞒，直接就让楚风看到了他这不堪的一面，二者没有任何交集。他这样做多半就是没打算让楚风活着离开。楚风小友，莫要怪老朽，老朽这神丹修炼多年，始终未能突破，老朽想试试，找一位天赋好的小辈界灵师，能否助老朽将此丹炼成？林沧海道。难道这里死去之人都是你七界圣府之人吗？楚风大声问道。当然不是，老朽岂会对同族下手？林沧海道。既不会同族下手，那为何要对我下手？我也即将加入七界圣府的。楚风道。听闻此话，林沧海咧嘴一笑，露出那不剩几颗但却已黑得发臭的黑牙。此时他的笑容十分狰狞，与恶鬼没有区别。楚风小友，你天赋虽好，可却很天真。你真的以为进入了七界圣府便是七界圣府的人了？你可有看到七界圣府下府那些人？你真的觉得他们也是七界圣府的人吗？楚风没有回答。那些人名义上是七界圣府的人，实际上不过是七界圣府的奴隶罢了，并且是失去自由的奴隶。楚风小友，你想一下，你的居住之所是在何地啊？林沧海又问。何地？楚风的居住之所被安排在了下府，我们就算通过重重考核加入了七界圣府，可于你们眼中也只是与下府之人一样，对吧？楚风问。不，你与他们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你天赋很好，日后就算不能进入天府，也有机会进入凡府，但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成为七界圣府的一份子，更不会成为七界圣府日后的主人。就算他们待你好，也只是表面而已，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。这样被人利用的人生，我想也不是你想要的。正所谓早死早超脱，你与其这样挣扎的活着，还不如让老朽帮你摆脱这束缚，刚好你也助老朽一臂之力，就当是生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善事。林沧海说话间，便带着楚风来到了炼丹鼎之前。去你娘的，有意义的事就宰了你这老畜生！楚风骂道。林沧海也不生气，而是发出阴森的笑声，且一边笑着一边打开丹鼎，打算将楚风丢进去。可忽然一声巨响传来，那束缚楚风的结界竟破碎开来。定睛一看，楚风身前多出了一道高大的身影，修罗王奎廷。